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Sunny。中概股新能源板块出现了持续下行趋势，让人隐隐感觉到要跌回到 IPO 首日开盘价，回吐2020年全部涨幅的样子。那么相关板块的个股下跌的各条支撑位到底在哪里呢？会不会股价坐电梯直上直下回到原点呢？新股 FUBO 上市以来就极具爆发力，在一轮回调之后，FUBO 似乎到了击球区。今天破例说一说这只100亿以下的小盘股票。阿里巴巴被监管修理的差不多了，技术形态头肩顶，那什么时候是个底呀？节目开始之前，请还没有订阅的观众点个订阅按钮，打开小铃铛吧。特斯拉稳稳的，而中概股电动车跌势却没完没了。中概股最近是风声鹤唳啊，被政府收拾的阿里巴巴最近跌得受不了了，只好拿出100亿回购方案来刺激股价。在资本市场，股价跌太多，市值崩溃，管理层要接受来自资本市场股东的压力，同时呢，员工也会军心动摇的。阿里巴巴作为中概股龙头低下了头，整个中概股板块都承受着压力。中概新能源车今年是跑赢大盘，表现优秀，但是跑不掉的还是中概股，与生俱来的有来自美国的监管风险、政治风险，以及来自中国政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风险。电动车里面 NIO 还算是基本面不错，拥有众多的拥护者，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，它的股价表现还算是稳定。而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还有小牛电动车就应了那句话，炒股炒龙头，这些不是一线品牌的股价跌起来真的是有够凶的。理想汽车在见顶时出现了价升量跌的格局，表示上涨得不到更多资金的支持，前面跑掉的那些后来就不想再进来抬轿子了。见最高点 47.7 元之后，股价先经过一轮大跌，休整之后就继续启动下跌。有明确的 A、B、C 三浪结构，就是 A 浪下跌， B 浪不反弹而是横盘， C 浪继续跌。C 浪理论上要比 A 浪要凶一些了，所以要是按照艾略特波浪理论理想汽车跌势不止。发现没有，在这2天的大跌中， NIO 跌幅还算可控，理想就有点凶了，而小鹏呢是最凶的。这基本上是符合了先后顺序以及公司的潜力排名吧。资本市场对我们散户来讲是炒股的场所，从大的方面来说，资本市场是配置资本这一有限资源的工具，它会自动调节，把资金集中到真正优势的企业，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。当你看好新能源，那你就会面对一系列的个股的选择，买股首选龙头，比如新能源，那就应该首选特斯拉、NIO。不是龙头的公司，说不定有朝一日逆袭成为龙头，这是投资行业内普通公司的唯一理由。除此之外，龙头不行，其他的那就更不行了。目前理想和小鹏股价都接近了60日均线，反弹在即，反弹之后长期进入横盘甚至阴跌也是有可能的。今天盘面的特点是个股表现一般，大盘创出新高。比起新能源车板块的休整，大盘可以说继续看涨。苹果、亚马逊王者归来，他们的启动可以说能够维持大盘继续来涨一波。这样的话呢，跨年出现开门大吉的情况是可以期待的。大盘大涨主要是受到川普签署经济刺激方案的刺激，政府给人们发钱，股市自然受到提振，而大盘趋势本来就是向上的，顺势上涨而已。这一段时间以来，阳光财经都不敢看空大盘，反正上涨时不需要恐高，顺势而为就行了。媒体说圣诞行情悬了，我看纳斯达克不断创新高，这要说是圣诞新年行情也是可以的。蓝色线上纳斯达克顺势上涨，没有调整的迹象，加上权重股启动，基本上纳斯达克指数的上升趋势将会延续。标普蓝色线是之前所画的颈线，突破之后便不会再下来，事实也是按之前的判断在进行的。获得蓝色线支撑之后，标普 K 线图沿黑色线上涨，目前创出新高。
有投行表示，标普在2021年要跑到3400点以上。道指突破平台整理，这个平台是窄幅整理，突破了之后，黑色线将成为支撑线，只要不回到黑色线下，道指就以此为支撑，继续挑战新高。3万点反复折腾之后，有可能成为新的一轮上涨的起点。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Fubo， 这是一只次新股，上市没多久，市值也很低，才25亿左右。从10月份上市以来，2个多月最高实现了7倍的涨幅，股价快速回落，目前仍较开市以来上涨了4倍。时间短，爆发力强，让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潜力，也说明有资金强力关注这只股票。随着股价持续下跌，一天跌掉15%的情况经常发生，股价正处于剧烈的洗盘阶段。Fubo TV 是流媒体行业的股票，一说流媒体，奈飞、迪士尼还有 Amazon Prime， 他们已经占据着大家客厅的电视，也是主流的投资标的。而这个 Fubo TV 居然涨幅远远超越这几只白马，原因是什么呢？首先是它是新股，盘子比较小，现在是25亿，对主力资金炒作的要求不高。如果题材好，有想象空间的话，上蹿下跳也是很容易的事儿。目前来看 Fubo 股性相当活跃，后续仍有很大的波动。 Fubo 有哪些特色能够让它在竞争激烈的流媒体领域偏安一隅呢？ Fubo 它是专注体育赛事直播和新闻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平台，还有一个卖点就是 4K 画质。 4K 电视在这几年的圣诞购物季中已占主流啦，比如说沃尔玛等商超促销的电视大都是 4K 频道。以后观众对视频片源的质量要求也会越来越高。看体育赛事在流媒体中是一个细分领域， Fubo 也通过与迪士尼合作拓宽内容的覆盖范围。订阅 Fubo TV 的基本包客户可以看到 ABC 新闻、迪士尼频道还有 ESPN 等等。Fubo 的收费是1个月15.99美元，2019年的订户只有31.6万人，当年被福布斯评为下一个10亿美元创业公司之一。Fubo 收购了 Boto Sports， 作为进入一线体育博彩的第一步。市场研究机构预计到2024年，在线体育博彩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550亿美元。流媒体加在线体育博彩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卖点。公司 CEO 认为，喜欢直播体育节目的会员和喜欢下注的消费者会有巨大的协同作用，他们要整合博彩业务发展到核心产品当中。看体育比赛喝个啤酒再吃个小龙虾下个注，似乎是一连顺理成章的动作。今年体育比赛有很多停赛的， Fubo 上市却受到了追捧，主要还是因为投资者看到3季报订阅数量的成绩。上市后的首个财报显示，季度付费用户同比大幅增长 58%， 到了 45.5 万人，收入为6120万美元，同比增长 47%。 订阅用户平均收入和广告销售额也大幅增长，订阅收入同比增长 64%， 广告同比增长 153%。用户停留在 Fubo TV 上的时间也大幅增长，达到 83%。活跃用户平均每个月观看121个小时，同比增长了 20%。 这些增长率数据非常优秀啊！接下去随着赛事的恢复正常，体育直播领域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关键是这个 Fubo 订阅基数很少，现在是45万的订阅，比起奈飞2亿多人，天花板还非常远，随便就是 50% 以上的增长。你叫奈飞2亿怎么在 50% 的增长呢？市值也非常低，这种成长性很好的股票，虽然说风险也比较大，但是架不住高收益的潜力啊。目前的股价是38元，在一个大涨回落的图形中，我们习惯用黄金分割线来给每一个下跌接飞刀的位置做一个定位。当前距离 50% 的分位，也就是从最低点上涨到最高点，然后回落一半的位置，大概是35元左右。这个位置比起上周买的人已经打了6折。上周有多少人买呢？我们看到12月22日有 195% 的换手率，好多人在高点站岗。我准备在35元尝试抄底，没抄到也就算了，
为了进一步扩大安全边际，我今天又卖出35元看跌期权进行抄底，也就是 sell put to open， 做了4张，也就是400股。如果股价在1月8日跌到35，那我将以35元买入这只股票400股。如果到时涨上去了，我就赚大概是1500。今天开完仓，已经小有盈利了。这是我目前的仓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亚马逊今天有结束盘整，启动新一轮上涨的迹象。目前呢，亚马逊仓位不多，看到它突破，也在考虑加仓的事情。不过这只是一只高价股，补个4股就要1万多就是了。最后我加了4股，成交在3297.87。它是怎么个突破启动呢？亚马逊这种股票调整的模式基本选择横盘为主，除非有系统性风险什么的，股价剧烈下跌很少见。从9月份到现在，亚马逊横盘了3个多月，从时间上看，横盘调整是相当充分的，把三角形里 K 线图的高点连线，把低点也连线，就形成了2条蓝色线的上下轨。由于三角形2条线是最终收敛在一个点上，那从几何学上，三角形也快没有位置了。通常到了三角形的末端，变盘结束三角形整理是必然的。三角形结束调整，如果向上变盘，那就形成了上升趋势；如果是向下变盘，就会形成下降趋势。今天呢，亚马逊选择放量突破上轨，形成上升趋势之后，股价要顺势上涨的。亚马逊是高价股，却不表示亚马逊比别的科技股估值高。价格和价值是2个概念的，看估值不是只看价格，还要看市盈率、市净率，还有现金流等等。亚马逊除了 1.5 亿的 Prime 会员，电商业务受益于人们活动减少之外，线上销售占营业收入比重最大，这些特点 AWS 云基建业务也创造了现金流，提供云服务增长速度快、利润较高的业务，这也给亚马逊加分。作为2020年全球富豪榜头牌，贝索斯连皇帝老儿都不怕。作为科技巨头，亚马逊比阿里巴巴的命运要好多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